东汉末年，魏蜀吴三分天下。刘备据巴蜀基业，遣关羽坐镇荆州。不料东吴大都督吕蒙失白衣渡江之计，暗袭荆州得手，关羽兵败，只得率残部败走麦城。父亲，邻居去不得，那是死路一条。我叫关兴，本来是市局优秀刑警，半个月前追击凶犯时意外牺牲，不幸穿越三国，成了关羽的次子。更惨的是，还是穿越到了关羽败走麦城，去往临掬的这一天。临掬就是关羽的葬身之地，去了就真的完了呀！安国，咱们已无路可退，不去临掬去哪儿？除了向西，哪都能去。我有3策可破局。你说吧，我听着。我的下策是：北上引吴军赴襄阳，乔装吴军佯攻城池，挑魏吴相斗，魏吴开战，吴军主力必集于襄阳。此时夷陵、临掬防守空虚，我们正好趁乱突围，回蜀有望。父亲，安国言之有理，可以考虑。确实是个办法，但挑衅魏军无异于火中取栗，风险太大。中策呢？中策是东撤至汉水，沿汉水向南经华容道，退回长沙郡。吴军主力尽在西边，东边防备空虚，绝想不到我军会反向东撤。我军人少，目标小，只要昼伏夜出，谨慎行事，定能成功突围。父亲镇守荆州多年，威望极高，退入荆南一呼，便可再聚万余兵马，趁势不利，便入山游击，等候大王东征，我等策应，必能夺回江陵。这个好，我赞成。那上策呢？孤注一掷，独把大的，奔袭建业，与孙权极限换家。细说，此计若成，便让孙权血偿背刺之仇。详细说说。兵法云：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吴军主力在南郡，孙权在江陵，建业是最薄弱的老巢。父亲，我赞成。东西夹击，干死闭眼贼。孤军深入是兵家大忌，咱们满打满算就300人，建业再空也打不下来。风险越大，收益越大。况且咱们连荆州都丢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失去的？兵马在哪儿？父亲忘了北伐时，梁家陆浑群盗响应你的事了。您威震华夏时，群盗纷纷响应。可梁家太远，不用去梁家，大别山边境之地，匪众远超想象。君侯可一试，败也壮烈。对，给闭眼贼点颜色瞧瞧，太窝火了。父亲，下决心吧，上中下3策，您选哪条？3条计策我全要。袁简引吴军去襄阳，探知看遂，收拢残兵。我与安国奔袭建业。诺。廖主簿，我知你对刘封、孟达意见很大，但此次入东3郡后，别见他俩人，直接退回巴蜀。如今局势人心难测，若他俩像糜芳那般突然倒戈，你必遭大祸。二公子放心，我就算翻越大巴山，也不会去见他俩的。大哥，赵都督，此去荆南，我有16字真言送给2位，务必牢记。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挡，敌退我追。敌进我退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妙不可言，直指有其本质啊！这话谁说的？我自己总结的。以前跟张苞打架，打不过就抽老子敲门棍跑，拖垮他再反击，屡试不爽。原以为你是纨绔，没想到此子可堪大任。游击战的本质是群众基础，得民心还得利用。呸，还得会用民心。荆州民心还在咱们这儿。战争的本质是人。再送大哥16字：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；存地失人，人地皆失。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，精妙。父亲，我跟大哥去荆南吧，能帮上忙。对呀，父亲，安国跟我去，事半功倍。不行，他必须跟我去建业。你不会把我当代价吧？去建业，给你找东吴世家千金做媳妇，2个也行。关云长，你大爷的，我就不该救你。无女无侬软语，你可得注意身体哦。滚！父亲保重。记住安国的话，生存为上。麦城到临掬就这点距离，关羽怎么还不到？不会出变故了吧？他已是绝境，
为首必经邻居，派斥候探查。诺，报将军，关羽朝襄阳方向去了。这个红脸贼想挑动魏吴开战，自己浑水摸鱼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带兵追，保持距离，追到襄阳就停。我去南漳水，防他逃入房陵。可是将军，万一关羽降魏怎么办？曹操对他很器重。曹魏加关羽的威望，军必败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进襄阳城。跟我追，以一切代价拦住关羽。城上魏狗听着，襄阳归吴军了，识相的县城。你是汉军廖化，别唬老子！我现在这么有名了吗？哈哈哈！好心提醒你们防吕蒙，告辞。关羽该撤到临掬，派这点人来襄阳，假扮吴军做什么？调虎离山，引吴军来襄阳，他好从临掬逃。该死的关云长！报，将军，吴军杀来了，离此不足30里。我操！吕蒙这个蠢货！你们胆敢收留关羽，速速交出！关羽早跑了，朝房陵去了。该死，中计了！追，去房陵。大都督搜了5、6天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该死的红脸贼，又让他跑了。那怎么办？回临掬，不能再在关羽身上浪费时间了，否则万一魏军南下，咱们可就白折腾了。大都督，2天前华容道发现关羽踪迹，他可能去荆南了。声东击西，这个红脸贼跟我玩阴的。文贵带2000人追去荆南，摁死他，别让他招兵买马。诺。怎么悄无声息找到你要的人？前方清风寨匪首心肥，我曾帮过他。你们在此休息，我一人上山，天黑未归，便自谋生路去吧。将军保重。立刻隐藏。哈哈哈哈哈！使君，他们是土匪，战力不高，抢一票补给吧。对啊，是啊。那便是我们要找的人，心肥。弟媳，兄台哪条道上的？心肥首领多年不见，不认识关云长了。关将军，真的是你！能见到将军，太好了。襄樊战事，相信新首领已经听说了。关某现在落难，不知新首领能否收留几日？将军，您这不是折煞小人了吗？到这里您就安心就行了。那就多谢了。关某有件大事想跟新首领商量。好酒好菜全拿出来，给我好好招呼关将军和诸位将领。是。还得是老关，有排面。江东鼠辈背刺盟友，简直可耻！我等愿为将军报仇。不知新首领是想一辈子当土匪，还是想博个封侯拜相？小人愿听将军差遣，将军尽管下令，我等随将军杀了那孙权老儿。我准备偷偷渡江奇袭建业，敢不敢去？啥玩意儿？奇袭建业？您没开玩笑吧？我刚说杀孙权都跟您干，只是场面话，您老人家玩真的呀？新首领，你想不到，孙权更想不到，吴军主力全在荆州，孙权都去了江陵，建业就是一座空城。他们既要防汉中王，又要防曹操，根本顾不上我们。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成了，何止封侯拜将，史书都得记你一笔。这个史书留名，富贵险中求，拼了！将军下令吧。山中36寨加起来2万人有余。劳烦新将军联系各寨，保密且快速。老子现在也是将军了，末将这就去，3天必定召集5、6千人。将军
这3位是徐寨主、雷寨主、罗寨主。孙权屠庐江，我父母妻儿遇害，与他有血海深仇。俺也一样。将军您吩咐，刀山火海，绝无二话。俺也一样。哎，这句话怎么这么耳熟？好，我等共可召集1500兵力以上，可听将军差遣。太好了。老关号召力这么恐怖，将军威震华夏，土匪也想摆脱流寇身份。早来大别山，襄樊之战，或许能赢。组建6000精锐，诸位随我一战。诺。将军，此处安全。找地隐藏，伐木扎法，明晚过江。抄小道，8日可到建业。出发。输不起了，必须成功。建业无战事，警惕性差，夜袭最佳。就夜袭，寅时4刻动手，我亲自攻城。大军由王司马指挥。诺。父亲，您老胳膊老腿，爬得上去吗？打仗靠士气，我先登才能稳住军心。敌人！发信号，让大军冲！将军已登城，冲啊！入城！周仓，你带人守住城楼，其他人随我下城开门。某乃汉寿亭侯关羽，想死的就上来。我在这里守着，你们去打开城门，迎接大军进城。父亲牛啊，老当益壮。陈兵，新匪守城门，关兴攻张昭府邸，王府占粮仓。诺。军事不好了，关羽打进城了。竟梦到关羽齐了。军师快起床！关羽真的打进来了，汉军真的杀进来了，真的打进来了。怎么可能？关羽不是败走麦城了吗？怎么会突然杀到建业来？随我去主公府邸，先护送主公家眷出城。老夫张昭、张子布，哪位将军领兵？可否出来一叙？子布先生，晚辈关安国有礼了。还真是关将军的兵。老夫对关将军败走麦城，却突然出现在建业城的事情，很是疑惑。不知二公子可否为老夫解惑？你们白衣渡江偷袭，我们便奇袭建业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父只剩100余骑，哪来的兵？大别山豪杰仰慕父亲，振臂一呼，便纷纷响应。神来之笔，到底是谁献的计？大家都是亲戚，以和为贵，投降吧。此计绝非关羽能降，是谁献的策？二公子，其他重臣府邸已拿下。知道了。子布先生，家父在吴侯府等你，路上再细说。徐醉守东门，雷川守南门，罗申守西门，禁止出入。诺。请让府中女眷、公子到大厅集合，莫要反抗。诺。
云长见过嫂嫂，嫂嫂近来可好？二叔怎会在此？可是我哥。吴侯在江陵无恙，还请嫂嫂安抚家人，莫要误会。等绿二位公子跟我走，我会照顾好他们。不行，除非我死。关于畅，你混蛋！将军，粮草府库全拿下，粮食够全城用2年，兵家可武装3-5万大军。太好了，可扩充大军，夺取整个江东。去吕蒙府邸，带他家眷到孙府来，吕府腾作临时幕府。诺。子布先生，这边请。哎，大势已去啊！父亲，子布先生已请到。关将军用兵如神，老夫佩服，但老夫想知道奇袭建业的主意是谁出的？快点夸我，快点夸我！愣着干什么？去请其他重臣。奇袭建业是犬子安国拉住我，提议换家，这才让咱们哥俩得以重逢呢。英雄出少年，虎父无犬子。关将军教子有方呢。犬子能入子布兄眼，甚幸。听闻子布兄有孙女成年未嫁，张昭在江东的威望无人能及。若能与他结为亲家，我关羽不介意低他一辈。打住！我家那丫头已经有婚约了，不适合你家二公子，还请关将军另觅良媳，跟你结亲。开什么玩笑？咱们真成了亲家，别人还不得把我当成江东头号叛徒啊！我老了，可不想落个晚节不保。那太遗憾了，不过还请子布兄写信安抚一下如虚度周泰，让他别投靠曹魏，这不为难子布兄吧？如今虽已顺利拿下建业，但也面临着更大的危险。万一驻守如须口的周泰知道建业沦陷的消息，难保不会牙一咬心一横，北上投靠曹魏去，断不能给曹操做了嫁衣。没问题，我回去就给周泰将军去信。不过关将军，我家主公夺了江陵，你又夺了建业，咱们也算扯平了，是不是该和谈了？老夫建议双方各退一步，重新恢复湘水花界，如何？现在关羽占了建业，又绑架了2位公子，刘备又刚打赢汉中之战，士气如虹，曹魏又在江北虎视眈眈，我们江东已经处在了绝对的弱势中。若不将刚拿下的江陵乃至荆南4郡全还回去，倒是别说荆州，恐怕江东6郡都保不住。和谈的事，关某可做不了主，你还是去跟我家大王和军师谈吧。和谈做什么美梦呢你？该死的孙权、吕蒙，在老子北上伐魏的关键时刻背后偷袭，害得老子北伐功败，差点丢了性命。这么大的仇，怎么可能轻易算了？现在这局势，不趁孙权病要孙权命，难道让那个闭眼贼再背刺自己一回吗？看来这个红脸贼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了，和谈之路难了。好吧，老夫这就回去给我家主公和汉中王写信。有劳子布兄。犬子安国颇具才略，愿与诸位结亲。小女已有安排，小女已有婚配，连媳妇儿都娶不到，能干什么？这也怪我，你这不讲道理啊！你还敢顶嘴？我有点理解糜芳傅氏人为什么背叛关羽了。别说糜芳，我都想背叛。国山，说说城中情况。兵士军属下已遍访城中310以上官员，寒门官员多愿归附，4大家族却全都在观望。4族中暗通曹魏者不在少数，
只等孙权、曹操动向。若孙权收不回建业，曹操又及时南下，他们必立刻降曹。他们的投降次序，首推孙权，次为曹操，我等排在最末。唯有拿下濡须口，断魏军南下之路，才有可能争取他们。更关键的是，无论他们降孙还是降曹，都会拿我等当作投名状。换言之，如今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敌人。内忧外患，如何破局？安国，说说你的意见。父亲，扩军固本乃当务之急，需分2步行事。其一，速请新肥、罗申二将返回大别山，尽引山中豪杰来归，再以府库兵甲武装，必能凑齐15000至2万精锐。此辈皆是江北出身，与江东士族无半分牵扯，忠心可见，当为我军根基。其二，即刻贴出募兵令，扩军至5万以上，我军粮草充盈，加之父亲在百姓心中威望极高，必能一呼百应。另外，再颁一道求贤令，江东官场被士族把持，寒门子弟报国无门，满心怨气。只要给他们出头之机，必愿为大汉，为父亲效死力，正好破了江东士族的垄断。好主意，公子英明。封新肥为破虏将军，罗申为军师将军。你二人明日返大别山，将其他豪杰给我带过来。诺。国山安国募兵的事就交给你俩了。诺。募兵训练需时间，恐怕魏吴不会给机会。安国，我看你跃跃欲试的，好像还有后招。说吧，今天畅所欲言。父亲，我军如今4面接敌，深陷10面埋伏的绝地，常规办法已然无用，唯有行险一搏，破釜沉舟，方能逆天破局。身陷绝境，进退皆死，你既有破局奇策，尽管讲来。父亲，我适才查阅府库典籍，吴郡9成土地尽归4大家族，百姓多为佃户，困苦不堪。孩儿恳请在江东变法，打土豪分田地，没收士族田地分给百姓，同时实行摊丁入亩，废除人头杂税，只按田产收税。如此一来，吴郡民心必尽归父亲。打土豪分田地，摊丁入亩，这是要与全天下士族为敌，王莽前车之鉴。二公子忘了吗？忘了又如何？咱们不动手，士族就会站在咱们这边吗？真等曹操南下，便是死路一条。变法若成，百姓自会为咱们死战；不成，趁早退走。道理是没错，可曹操、孙权不会给咱们时间变法。士族贪得无厌，索性彻底放弃，全力拉拢百姓。他们得了土地，减了赋税，自然会为保卫身家拼命。濡须口一时夺不回来，只能当周泰会降魏，那就再赌一把大的，断了魏军南下的念头。什么办法？断魏军南下太狂了，但若成真，江东危局可解。办法很简单，直接率主力北伐，无需援救。二公子，你开玩笑吧？与东吴战事未休，在北伐就是2线作战。我们刚打完汉中，兵困民疲，怎么应对？咱们本就2线作战，相反魏军猛攻，吴军背后捅刀，这不是2线吗？既以2线作战，何惧之有？曹操汉中和襄樊连败，兵疲将备，经不起2线折腾，主攻北伐。曹贼只能选关中或江东，他会选哪个？秦汉龙兴之地意义重大，曹操还未拿下江东，他自然会保关中。正是，这样曹军回防关中就没办法应对江东战事了。法子可行，但魏军不来，咱们要独抗孙权反扑，就这点人扛得住吗？扛不住也得扛，荆州都丢了，我们还有什么可失去的？大不了一死，光脚的怕个锤子，索性让魏军过江来。你疯了不成？为何？细说。关中比江东重要。主公拿下关中，丢荆州也能。咱们在江东拖住吴军，让主公边境观望，等咱们与魏吴打起来，他再直取关中。蜀道虽难，但路近，江东到关中2000里，魏军回援时，主公早拿通关了。太冒险了！主公拿下关中之际，咱们就完了，这是拿自己当诱饵，吸魏吴所有精锐啊！完就完了，人终有一死。我有2个法子，你们定：一，主公北伐调走魏军，减轻咱们压力；二，咱们以身为饵，引魏吴注意力，助主公夺关中。我选第二种，风险大，收益大，战死也能青史留名。青史留名，我儿在成都，此功可保他封侯。富贵险中求，使君，您定夺。安国说得对，我败走麦城时就该死了，如今活一日赚一日，这把生死局老子赌了。安国，将土改摊丁入亩写成奏书，我阅后即刻推行。
周仓明早乔装回成都，令主公即刻北伐，莫负我等性命。诺。王府，你募兵求贤，召集5万大军，建业城防，不输江陵，有兵有粮。我等死守1年半载，足矣，够主公拿下关中了。诺，使君死守不难，难在城内无乱。若士卒与吴军里应外合，别说1年1月都守不住。此乃大患，安国，你有何对策？使君，守城最怕内叛，士卒若与吴军里应外合，再坚固的城防也守不住啊。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全部杀掉，以绝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张昭、孙绍皆是天下名士，岂能随意诛杀？曹操当年杀边让的后果，二公子忘了吗？杀了他们，曹操必喜，主公必怒，这是坑害自己人啊！王司马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杀是最好的法子，但咱们没曹操的底气，自然不能这么干。不能杀，那就驱逐，赶他们出建业，不让他们在城内添乱。他们出城后，要么招兵打建业，要么找孙权会合。于咱们而言都一样，只要不在城内，就没法背后捅刀。真上战场，咱们何惧之有？这主意可行，不如再备些盘缠，恭敬送他们出城，这样他们不记恨，咱们还能落个后代名士的名声。正有此意，但也不能全驱走，得留些人质。他们年迈的父母，10岁以下的儿女，家人在手，他们就算作对，也会有顾虑。扣下他们家人，他们岂会同意？他们肯定同意。一来快过年了，天寒地冻，没人忍心让家人风餐露宿；二来主公和父亲的人品有口皆碑，他们信得过父亲，总好过跟着他们颠沛流离。我儿安国懂我。况且父亲又不是曹操，没有那好人妻的毛病，他们放心得很。再敢胡言乱语，小心我抽你！二公子心可真大。说正事。将他们驱逐后，父亲留在建业做磁石，先吸引魏吴两军过来，再像钉子一样把他们死死钉在建业。请父亲给我5000轻骑，游走于荆南建业之间，寻机会合大哥，趁孙权反攻建业，夺回江陵。太危险了，城外无城墙防护，吴军若全力追捕，你如何应对？打不过还不会跑吗？我在城外游击，敌军必不敢全力攻城，好歹能为守城减轻压力。况且咱们如今的处境本就身处险境，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才能为自己、为大汉博一线生机。父亲放心，孩儿已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，豁得出去。好，不愧是我关云长的儿子，就依你所言，咱们父子今日便彻底疯狂一回，事不宜迟，即刻分头行事。诺。父亲守城能力虽强，但缺些经典战例参考，写下这些，定能助他一臂之力。即刻返回大别山，召集人马。周仓将军，此行回成都，一路小心。末将定不辱使命。子布先生放心，你们走后，我们必会厚待您的家人。有劳王司马。荆州虽然拿下，关羽竟然不见踪迹，近几日全部都是假情报。关平小儿还在武陵郡作乱，荆州士卒杀不得，得罪不得，只能哄着。如今变成了进退两难的局面。主公，前往洛阳的使者回来了，可有曹操的消息？他怎么说？使者说曹操近日病重，未能接见。病重？真病还是假病？这曹贼又想耍什么花招？估计是真病。病得好，最好一病不起，病死才好。对了，关羽可有消息？还是没有。这关羽到底去哪儿了？难不成他跑去建业送死了？这关羽到底去哪儿了？难不成他跑去建业送死了？主公，不好了！顾元叹素日稳重，如此急躁，必是大事。连顾雍都如此失态，莫非曹刘大军压境了？元叹，到底发生何事？主公，江东急报，关羽率军偷袭建业，建业沦陷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讲一遍。竟真被主公猜中，偏偏是这最糟的结果。主公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会？建业怎么会沦陷？关羽败走麦城，只剩300人，他哪来的兵？那是我亲自督造的建业，不是任人揉捏的小县城，他凭什么？建业传信说，关羽收编了大别山匪众。该死！我等皆以为他会西逃归蜀，重兵进步西线，
他却反其道，东进招匪，突袭夺了建业。关羽固守建业，其次子关兴自领5000轻骑，游走荆南与建业之间，外可袭扰粮道，内可会合关平，已成夹击之势。这一击直插心腹，江东危矣！我等即便醒悟，也已然太迟了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我夺江陵，他偷建业，看似交换，实则天差地别。建业是孙家3代基业，江陵只是新得之地啊！荆州士卒本就不服我，得知建业丢了，必会立刻反水。吴军将士家眷都在建业，谁还有心思打仗？江东士卒怕是已经在找新主了。反观关羽，他孤军深入，看似危险，却有刘备做外援。刘备若知他拿下建业，必会倾巢东征。这老贼压根儿没打算给我留活路。袁探，消息是谁送来的？可靠吗？是军师派人送来的。信使传信后，便力竭晕倒。军师军情绝无虚言，当务之急需速定对策。败走麦城，身陷绝境，不讨蜀地，反而偷袭建业，这绝不是关羽能想出来的计，是谁的主意？我研究关羽多年，他绝无此等疯狂心思，定是有人在背后出谋划策。是谁？主公，信使回禀，是关羽次子关兴，江陵被迫时，他自成都赶赴前线，重回关羽身边。关兴，便是那昔年纵马闯祸，险些被关羽出斩的纨绔子弟。襄樊战前，他的荒唐事，江东尽知，我等皆视他为无用之人，重心全在关平身上，结果竟是他毁我根基。正是此人，这般不循常理之人，偏偏能行出此等惊世之举，我等皆小觑他了。惊世之举，他这一举险些要了我东吴的命。不必多言，眼下该如何应对？你等有何计策？军师研判，关羽驱逐士卒，坚守建业，分明是固守待援，城中粮草充足，他可守1-2年，可我等好不起。属下建议，先令大都督回师建业，全力夺回。若是不可为，便只能妥协求存。其一，令周泰死守濡须口，拒魏军于江北；其二，遣使入成都，归还原荆州之地，重启孙刘联盟。我与刘备尚有和谈余地，若魏军南下，江南便再无生机，只能任人宰割了。要将荆州尽数归还，我浴血苦战方得荆州，尚未坐稳，便要拱手相让，我这一番图谋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荆州不得不还。关平、沙摩柯作乱荆南，士卒离心。若刘备东征，魏军南下，我等绝无抵挡之力。当初奇袭荆州，本为遏制关羽，防刘备做大。如今战略已成，恢复旧态，尚可保全江东。罢了，便依你计，令大都督即刻回援，务必夺回建业。袁探，你亲往成都面见汉中王，探其心意。诺。荆州，我本誓死不还，可我2子皆在建业，落入关羽手中，我别无选择。汉中败于刘备，襄樊被关羽逼得险些迁都，纵横半生，竟落得这般境地。父王，好消息！天大的好消息！30好几的人了，毛毛躁躁，成何体统？何事？江东急报，关羽攻下建业城了。什么？关羽竟拿下了建业？大王，关羽战败后未回蜀地，却渡江袭取建业，消息千真万确。你是说，关羽襄樊战败，只剩100余骑，天下人都以为他会西逃蜀地，他竟反其道而行，偷了孙权的老巢。正是，彼时吴军主力尽在荆州，建业空虚至极，且城内驻兵未经历战事，关羽一击得手，实属正常。火中取栗，云长这步棋让寡人意外。只是这么一来，江南的局势彻底乱了吧？大王所言极是，江东士卒人心惶惶。吴军将士家眷皆在建业，早已无心作战。再是荆州未稳，老巢被偷，荆州士卒必反。孙权如今腹背受敌，荆州未稳，建业失守，已然进退维谷，走投无路。大王，此乃千载难逢的良机，咱们该如何应对？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不过刘备也能看到，他接到消息必会倾巢东征。没错，但蜀道难行，建业至成都大半为敌战区，刘备得信必晚于咱们。如此，咱们占尽时间优势，有充足功夫布局。
你立刻联络江东士族，封官许愿，务必拉拢到朝廷这边。再联系如须口周泰、朱桓，劝其投降。献出如须口，再派使者去江陵见孙权，爵位官职随便许。此刻是破降他的最好时机。若能说动他投降，替咱们挡住刘备，收复江东，再好不过。另命张辽火速回合肥，做好南下准备。此事分轻重，拉拢士卒，劝降周泰为先，张辽南下为后。襄樊之战，张辽驰援未至，现驻军陈郡，接令后可即刻动身。臣料孙权不会轻易投降，建议做两手准备，破降不成便与他交易，请他让出荆州作为回报，咱们在荆州替他挡刘备，让他回建业对付关羽。大荆州，吴军掌控颇弱，但恐遭孙刘再次联手。大江东仅对孙权一人，却南越如须口。对了，东三郡刘封、孟达反目，又因不救关羽，必遭刘备记恨。这是个机会，令曹仁联络孟达，务必将其拉拢，借此告诉孙权，咱们的敌人是刘备，非他。令曹仁做好南下准备，派使者与孙权谈判，破降不成便交易。至于江东，让张辽隐匿行踪，不被吴军察觉，咱们一明一暗，明着打荆州，暗中谋江东，哪边先拿下，便固守哪边。荆州、江东，闭眼贼总得给寡人留一个。诺。本以为此生再无统一天下之计，竟因关羽得此良机，统一的希望又回来了。大耳贼，你我之间也该有个了断了。汉中生曹，东三郡到手，云长水淹七郡，匡扶汉室在望。怎料一朝突变，荆州尽失，一切成空。小侄啊，匡扶汉室刚有起色，便丢了荆州，二弟也杳无音信。如今你也奄奄一息，难道天要亡蜀吗？小侄，如今这般绝境，你还有什么计策，教寡人一招？大王，为今之计，唯有壮士断腕，实地保人，派使者见孙权，先把关将军救回来。另外，放弃东三郡，召回刘封、孟达。没了荆州，东三郡毫无意义。且孟达有不臣之心，迟早必生变。眼下看来也只能如此了，先救回二弟，再找闭眼贼算账。小侄也安心休养，寡人这就派使者联络孙权。大王，廖化将军回来了，奉关将军之命，有重要军情禀报。只有廖化回来了，二弟呢？被俘了还是战死了？大王，还是先听听廖化将军怎么说吧。对，让廖化将军到这边来，把军师也请过来。廖化突围已这般艰难，二弟年近60，怎经得住此等折腾？主公，您可得为臣做主啊！刘封、孟达那两个混蛋刚回来就告状，二弟的消息才是重中之重。爱卿请起，先跟我说说荆州的情况，二弟怎么样了？大王放心，关将军没有战死，也没被俘，已经奔袭建业去了。奔袭建业？这怎么可能？他身边怕是1000人都不到了，这点兵马攻打建业，开玩笑呢吧？关将军杀出麦城，本打算撤往临掬，却被安国公子及时拦住了。安国公子向关将军提出了突围的上中下3策，下策佯攻襄阳，中策退守荆南，上策是向东奔袭建业，与孙权换家。孙权刚夺江陵，他便去袭建业，绝境之中竟行此险，决换家之计。妙计啊！吕蒙肯定以为关将军会突围回蜀，必然会将所有兵力都调到西边围堵，所以肯定没有防范。向东看似死路，实则生路啊！所以二弟选择了上策。没有，他3策全选了，命关平公子打游击，自己亲率剩余兵马攻打建业去了。臣回来时发现吕蒙亲率吴军精锐，准备围堵我们。当日真从临掬突围的话，肯定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幸好没去临掬，可是二弟身边只剩那么点人，能拿下建业吗？拿不下的话，没吃没喝的，怕是……关将军若将江北豪强聚集起来，轻松就能凑够4、5千兵马攻打建业，足够了。
大王，此时吴军精锐尽在荆州，江东非常空虚，建业又没经历过大战，城内军民没有防备。主公放心，关将军肯定会拿下建业的，因为他选的这个奔袭建业的时机太好了。小侄，你别说了，御医说你需要休息。主公，不出意外，关将军已经进入建业城了，请大王立刻率军东征，一统长江以南。再不济，也可以借此逼迫孙权退出荆州。那种情况下，还能想出反击之法，安国公子简直就是鬼才，一定要多多培养。怎么会这样？军师急报，廖化将军回来了，已赶往法正大人府邸。我这就赶去法正府邸。主公，小侄的。小侄。二弟没死，已奔袭建业。小侄临终劝我即刻东征，逼孙权让步。关将军此举堪称神来之笔，孙权老巢家眷尽在手中，大可派使者逼他退出江陵，归还荆州。军师言之有理，但出兵东征还是有必要的，至少要形成东征之势，给孙权制造压力。大王说得对，臣这就去筹集粮草，但此次东征只是造势，您千万别真的冲过去。拿下建业是好机会，但曹贼若是知道，必定趁机出兵跟孙权开战，获益的只会是曹操，咱们只能忍。让邓芝去，先不急谈判看风向，再让三弟带兵火速去江州待命，我随后过去。关将军神威啊，竟在绝境中端了孙权老巢，咱们也必须做出东征之势，配合关将军。不用等粮草了，后续运来就行。咱们明日启程，赶往江州。大哥，荆州的事我听说了，二哥太猛了，你下令吧，我立刻冲出三峡去建业找二哥。三弟莫急，大军未起，粮草未到，关键是曹贼肯定会搅局，头疼呢。子龙，说说你的想法。臣以为应先行出击，夺取一道城，拿下一道，进可扑江陵，退可回蜀地，立于不败之地。对，驻守秭归的陆逊肯定也收到了消息，不敢说，咱们派密探把建业沦陷的消息扩散出去，瓦解他的军心。就这么办。同时派斥候联络荆州士卒，孙权连老巢都丢了，我不信他们还给他卖命。大哥，我先率水军攻打秭归去了，你等我好消。大王，周仓将军回来了！周仓将军回来了！快将周仓将军带到教场来！主公，我这一路太难了，差点就见不到您了。你个臭小子，不知道我最着急的是什么吗？先说重点。没事了，到家了。对了，二弟那边怎么样了？关将军已顺利拿下建业城，他请求大王不要东征，立刻率军北伐关中。什么？二弟被困建业，却令我北伐，何其荒唐！奏，借一步说话，此事绝不可声张，全军原地待命，不得擅自行动。叔侄，你亲自守门，哪怕是张飞，也不得擅自入内。诺。周仓把二弟的原话一字不落给我复述一遍。安国公子说，用建业吸引魏吴两军，令关中空虚。曹操必会南下，关中定然空虚。二弟，这是要用命为我铺北伐的路啊！将军说他能坚守建业，恳请大王千万不要顾忌他，安心北伐。
叔侄带周将军下去休息吧，传武将前来见我。诺。二弟的意思你们都听清了，北伐还是东征，你们怎么看？大哥，关中空虚是真，但二哥处境太险了，四面都是敌人，他能坚守那么久吗？建业城防坚固，坚守1年半载，无碍。若继续东征，必引曹操搅局，咱们腹背受敌，反而连累关将军。臣同意子龙将军。目前最大变数是孙权，咱们若逼之过急，孙权必然降魏，到那时咱们便乐极生悲了。大哥，关中空虚是真，但二哥处境太险了，四面都是敌人。建业城防坚固，坚守1年半载，无碍。若继续东征，必引曹操搅局，咱们腹背受敌，反而连累关将军。算了，信使往返太耽误时间，我亲自回成都找军师。你们按原计划继续攻打秭归，在夷陵等我。诺，臣等遵令。若真改到北伐的话，那二哥怎么办啊？他顶得住吗？算了，脑壳疼。我相信大哥不会害二哥，我这就去出征。等等，今天得夸你，听到北伐的消息，你竟然没尖叫出声。不是我忍住了，是消息太震撼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啊！能反应过来，你都进帐了。快去准备吧，记住，北伐的事万万不可泄露半句。主公，您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莫非关将军那边有变故？进去说，此事绝密，放弃东征，北伐关中，用建业吸引魏吴两军。好主意，咱们最大敌人始终是曹操，让出荆州，孙权绝不降魏，必会牵制曹操部分兵力。趁曹操目光在建业，咱们派主力直奔关中，趁虚而入。先奇袭建业，再北伐关中，思路天马行空，后生可畏啊！此次战役，我蜀国必胜。主公放心，北伐兵马虽多老弱，却足够偷袭。魏延、霍邑等人虽为小将，却皆有勇谋，可堪大用。此次北伐核心在偷，万不可声张。主力留住夷陵造势，北伐大军昼伏夜出，务必隐蔽行踪。朕需留夷陵吸引火力。云长困在建业，谁来挂帅？除了臣，无人能独当一面。臣定当率军一举拿下关中。东三郡的事暂缓，令刘封固守西城，令孟达火速返回成都待命。朕料定这反骨仔必不敢回，正好拿他做鱼饵，引曹操上钩。备马返回夷陵，把马谡带上。这人成事不足，绝不能留给军师，耽误北伐。不愿归降者可自行出城，无盘缠者去府衙领取。诺。关将军在此死守建业，愿应征者登记造册。游击策应需有得力人手，唯有去那里找机会了。开门！没想到建业监狱竟有这么多囚犯。将军，我没罪。我是冤枉的。喊什么？若真冤枉你，害你的人岂会不知在这里喊有何用？诸位莫怪，我叫关兴，家父汉寿亭侯关羽。关将军光复建业了，我们的冤屈能洗刷了。求少将军伸冤。卑职谢冲本是举孝廉出身，那朱红下阴招，杀我兄长，还将我嫂嫂掳来扔在我床上。他们定我谋害兄长之罪，将我关进这里。我读圣贤书，怎会做这等有悖人伦之事？你的冤屈我懂，我也有过类似遭遇，本该升职，却被小人顶替。诸位若有冤屈，说出来，我帮你们洗刷。干聊确实没意思，我给你们准备了见面礼，推进来，这叫包子，我亲手做的，尝尝合不合口味。烫，真烫。好吃不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里面竟还有咸菜和豆腐，天可怜见！我2年没吃过咸菜豆腐了，吃完这顿死也值了。排队领取，慢点吃，别噎着，噎死了。我不成杀人凶手了吗？少将军，这包子是怎么做出来的？简直太好吃了！就是普通的吃食。咱先聊正事，你们都是因为什么进来的？卑职孟俊，游侠出身。半年前弄到10匹战马，想卖个好价娶媳妇儿，谁料本地帮会拿了战马不给钱，还罗织罪名，将我扔进监牢。
你就庆幸吧，人家至少给你留了条小命。小人宁缓，读过2年书。后来我那未婚妻越长越水灵，心也野了，她勾搭上了雇佣的次子顾木，罗织罪名，将我送进监狱。世界果然是个草台班子，各种烂俗剧情不断重复上演啊！我是被陷害的，他们强抢我的良田。在里面住了这么久，想家了吧？出去了，最想干什么？自然是找顾木和那个贱人报仇，灭门之仇，焉能不报？顾氏可是吴郡4大家族，你连人家的大门都进不去，怎么报仇？耗子蹲在顾府门口要饭，等顾木出来就给他一刀，同归于尽。我报不了仇，就让我儿子报，十世之仇，犹可报也。我报不了仇，就让我儿子报，十世之仇，犹可报也。好样的，这才是我大汉男儿该有的血性。我要找媳妇生大胖小子，我要回家照顾母亲，我继续干老本行，为活不下去的少女寻找生计。混账东西，竟将贩卖人口说得如此清新脱俗，真以为我不敢宰了你？少将军天地良心，我是人牙子不是人贩子，他们都是自愿的。乡下吃绝户每天都在发生，寡妇活不下去，送去青楼，好歹有口吃的。放任不管，他们就只能饿死了。他们不会改嫁吗？非得去青楼吗？少将军，黄金暴乱打多少年了，男人都快死绝了，你嫁给谁去？我们村全是女人和老人，连路过的野狗都没供的，更别说男人。诸位，你们的理想都很简单，只想要几间茅屋几亩薄田，这个理想已经低到没有下降空间了。但你们有实现的希望吗？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是的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是的，不该是这个样子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世道不该是这个样子，可世道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能怎么办？我父亲卖田供我读书，几十年来一刻不敢松懈，好不容易举了孝廉，官职被抢，兄长丧命，嫂嫂蒙羞，我家2代人努力，却换来等死，这就是世道。江东的天最黑，江东士族罪目无法纪。谢冲这事若发生在中原，有曹操压着，曹操敢把对方整个家族都屠了。圣贤书教导我们要温良恭俭让，可结果呢？谢冲前程被抢，孟俊财物被抢，士族打着圣人幌子做坏事，这合适吗？敌人还有3分火气，凭什么咱们老百姓就得一直受他们欺负？少将军，咱们非亲非故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？你想让我们做什么？直说，只要能帮我杀朱红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的。你想找朱红报仇，我理解，但我要的不只是朱红，我要的是整个吴郡4大家族彻底覆灭。你跟4大家族有仇？没有，顶多各为其主而已。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么绝？4大家族占着9成土地，把百姓变成了自己的奴隶。他们对下盘剥百姓，对上欺骗朝廷，朝廷收缴的赋税几乎为0。黄巾之乱为什么爆发？不就是他们兼并土地，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吗？王朝覆灭了，士族却换个主子，继续盘剥欺负你们这种可怜虫。你的儿孙只要出生，就会沦为他们的奴隶。士族最大的财富不是良田，而是你们这样的穷鬼。士族最大的财富是穷鬼？你说的都没错，可那又如何？又能改变什么？不试试，怎么知道改变不了呢？我要打破这铁律，我要打土豪分田地，让百姓永远不再受饥寒之苦。我还要改进纸张，建书院，建医馆，让世间再无欺凌和压迫。这比圣人的宏愿还大，真的能做到吗？能不能做到重要吗？只要我们做了，纵然失败，后人也会继续前进。士族之所以敢这么猖狂，本质上就是被你们这样的良民给惯的。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我谢冲这辈子给你干了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愿随少将军赴汤蹈火。愿随少将军赴汤蹈火。志同道合之人，终于找到了。我们也愿意追随少将军，请少将军收留。少将军，草民以前确实是个混蛋，但已经改过自新了，求少将军信我一回。你们以前的罪责，我既往不咎。以后若敢再犯，我亲自行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走吧。
太阳，是太阳啊！少将军，小人需要做什么？先当个记录员吧，把你狱友的信息、罪行、性格全部登记造册，安排好房屋休息，明早集合。对了，囚犯共有多少人？共432人。卑职这就去登记。半天招2万，加上城外募兵和大别山群盗，兵力接近5万了。至于魏吴密探，有父亲在，他们根本翻不起浪。我是关兴，我的任务是出城游击，袭扰吴军后方。这项任务不但艰难，而且危险。有不愿去的，现在站出来，我绝不为难。不就是吃苦吗？又不是没吃过，跟吴军拼了！人死鸟朝天，不死万万年，老子豁出去了！誓死追随少将军。不急着表态，接下来进行为期2天的训练，结束再做决定。留下的根据表现选拔基层将官。现在训练开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里几口人？仗打完了，最想做什么？长这么大，从没人这么问过我。心里有什么委屈，跟我说说。太好吃了，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米饭。这样的美食，让我当断头餐吃都行。等出了城，估计就得饥一顿饱一顿了。训练结束了，该做决定了。不想跟我出城冒险的，出列！竟无一人愿走，看来这些人是真的跟定我了。既然都不愿走，那咱们就团结一心，努力打出个朗朗乾坤来。现在大军开始整编，取消5长1级，从10长往上全部采用3-3制原则，10人为10，30为队，3队为屯，3屯为区，3区为营，3营为部。咱们目前只有2000人，只能先设校尉，由我担任。大多数士兵只会听令，一旦上面没有命令，就抓瞎崩溃了。我的军中绝不允许这种情况。我要你们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在大军被冲散时，能冷静判断进攻或撤退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。什么是主观能动性？所以，除上述编制外，我在屯长以上增设1名导员，与屯将平级。导员不负责战事指挥，只负责物资调配、日常生活、文化和心理辅导，明白吗？心里面怎么服？怎么服了还倒了呢？以后就明白了。现在选举基层将官，想让谁当师长队长，举手表决。谢冲不必参选，我已任命你为我的导教，职位与我平级。这如何使得？卑职何德何能？这是军队今后的编制问题，容不得你耍性子。就这么定了，服从命令。诺，属下遵命。现在开始选举，选出你们心中的师长吧。我选我自己，我来当师长。凭啥你当？老子打架比你厉害。加一条纪律，任何人都不许将票投给自己，重新投。选举完毕，孟俊、甘训、沈毅分别担任1、2、3营营长。现在我宣布3条纪律：第一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；第二，缴获物品必须归公；第三，饿死不抢粮，冻死不拆屋。谁若违犯，斩立决。诺。有人若不理解，就思考一个问题：你们究竟是为谁而战？想明白这个问题，营长带队训练。宁环、岩石来一下，别哭丧着脸了，没选上营长而已。我有个任务交给你。少将军，请吩咐。工作时称职务，叫我关校尉。你俩会打探消息不？这有何难？卑职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顺风耳，想打听啥？干我们这行没有消息来源可不行，士族深宅里的事我都能打听到。我准备成立情报署，宁环任署长，岩石副署长。宁环平时教岩石识字。认字？这太难了吧？多读书没坏处。你不知道自己姓氏，以后就跟我姓关，叫关岩吧。安国，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准备妥当，明早就可以出发了。您这边呢？放心吧，有能力捣乱的人皆已被驱逐出城。建业城破的消息传回江陵，
孙权再调兵过来，耗时极久。吴军暂时回不来，为父的时间很充裕，足够站稳脚跟。如此甚好，父亲您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。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遇到吴军，定要小心。若打不过，就去荆南找你大哥；你俩都打不过，就退回巴蜀，向大王汇报，明白吗？父亲放心，孩儿做事永远都是安全第一的。走了，父亲保重。校尉，咱现在去哪？先去收拾顾牧给宁桓报仇，再去无伤给你报仇。对了，孟俊，黑吃黑抢你战马的恶贼是谁？你知道吗？知道名字，不知道在哪儿。我的事不急，为10匹马专门跑一趟不值当。也是，宁桓，带路吧，去找害你的贱人和奸夫算账。是，校尉。不过，顾牧不是在城内伏地吗？咱们跑城外做甚？城内大部分官员都被驱逐了，他现在肯定在城外的庄园里。可是顾氏的庄园超过2位数，咱们去哪座找他？自然是最大且离建业最近的那座。将士们，此去是给宁署长撑场面的，全都听他吩咐。诺，校尉，我行动归行动，只找狗男女算账，不许破坏财物，欺负百姓。校尉，士族庄园城高墙厚，还有私兵和强弩，贸然过去容易吃亏啊！你们谁知道顾家庄园的构造和私兵情况？禀校尉，顾家最大庄园在城南30里，卑职进去过。园内私兵撑死不超过300，赤壁战后各族都被迫解散了私军。私兵虽化整为零，藏在民间，但仓促之间根本无法集结。那还担心个锤子？全军直接向庄园进发。宁桓、关岩，情报署先走一步，去摸清庄园周边情况。诺。其余人跟随我继续前进。该死的关云长！我咒你吃饭噎死，喝水呛死，出门被马车撞死！去把柜子里那个紫盒给我拿来！一会儿让你看看什么叫曹魏之风。前几天来的诸葛恪公子，你还记得吧？他说他看上你了，回头你去陪他几天。顾牧，你混蛋！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是在通知你，不是在跟你商量。回头把诸葛公子给我伺候好，否则你也别回来了。二公子不好了，汉军打进来了！滚！小爷我忙着呢。现在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别打搅我。可是公子，那是比天王老子还恐怖的汉军呢，而且带队的人是来找你报仇的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出狱的？这人是什么情况？你们是谁？给我滚出去！宁校尉不要，这男的明显没了神智。你现在杀了他，太便宜他了，交给我吧。我是顾氏二公子顾牧，我爹可是左司马顾雍，你们敢杀我？他什么情况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好像是五石散，从曹魏传过来的。此乃五石散，曹魏何晏最爱。这种毒物传播的这么快，这东西不能留。夫君，你听我说。宁校尉家事，咱们撤，把顾牧带走。听令。
父亲、母亲，孩儿报仇了。校尉，宁欢这条命是你的了。仇报了，就向前看，为自己活下去。好了，你去查下账，找找顾家的罪证。是。来人，把这里搬开！校尉，大发现！禀报校尉，账房下面发现密库，里面有10几万担粮食，近万兵器。这能武装多少人？足可武装万人。顾雍敢跟孙权硬碰硬？娘嘞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粮，这加重比我的命都值钱。各位，看见这些财富了吗？如果是我们，省吃俭用，多久能攒下？这也不是挺说话呀。从3皇5帝攒起也不够啊。是啊，你们的苦不是因为不努力，是有人抢了你们的劳动成果，仓库里的粮食是你们的血汗，是你们的命。那是我的血汗，那是我的命。打土豪分田地，打土豪分田地，打土豪分田地。大家的怒火终于被点燃了。校尉，顾某行了。走，去看看这位二公子。别来无恙啊，顾二公子。姓关的，我们顾家没得罪过你吧？确实没有，但我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。家父要在江东进行土改，将氏族的土地分给百姓耕种，这事你们氏族肯定不同意吧？什么？你们父子要变法？变法？你们父子疯了？我们不变法就有活路了。你们关家也是氏族，就不怕自绝于氏族吗？我爹是卖枣的，算个屁的氏族！如此做，你们必会受到江东氏族的围攻，你们必定失败。拭目以待吧，或许我会成功呢。关安国，我咒你不得好死！宣传是变法的重中之重，得民心者变法成。这些口供全是罪证。我叫关兴，大家不用紧张，在顾家过得满意吗？满意，家主待我们如亲人。问错问题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的顾七，养马的，成亲了吗？有孩子了吗？有个女儿，家里3代都是顾家佃户，想拥有自己的土地吗？算了，交租交税没区别。那你们想要子孙后代更有出息吗？校尉，这群人找错对象了。只要有一个受害者就行。沈毅回来了吗？还没。恶贼！啊！你干什么？还我孙女命来！老东西，你疯了！他是跳河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老人家别冲动，我是这里最大的官。将军做主啊！我那孙女被逼死了。老人家别冲动，您先起来，我来主持公道。半年前，我孙女孙婿一家被杀，孙女被这恶贼玷污，受不了刺激跳河自尽了。顾七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自己跳河死的，跟我有关系吗？承认奸污了，来人拿下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除了他还有谁？我不敢指认啊，我怕顾家报复。主动招认，给你个痛快！想让我出卖兄弟，做梦！
那就斩了吧。我说是顾8、顾9、顾10、顾7，你出卖我们！相互举报吧，说说别人的罪行。还能这么玩？是他提议的，我是被迫的。放屁！你烧房子逼死一家3口。他在青楼打死姑娘。这校尉英明啊！愣着干嘛？记下来啊！等等，就带回了这一个受害人吗？别人怕报复，不敢来啊。不来，咱们就去找他们。村子在哪儿？还有谁受欺负？落石村，家家户户都苦啊！把犯人押上，我们去落石村，把顾牧也带上。派人留守顾家，盯紧这群人。诺。真是便宜你们这些恶贼了！校尉好谋划，用发粮的办法把村民全部聚拢起来。那是自然，百姓贫苦，向来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直说公审顾家人，他们不敢来；但若说发粮，他们会过来。校尉，快到了。看到人群了，快挤进去，晚了就没了。维持秩序，让乡亲们不要挤。我是汉中王麾下关兴，为2件事来：一是处置恶霸，2是奉命发粮。真的有粮！此贼已被拿下，有冤屈的尽管说。果然不敢。将军饶命！无人指证，按律斩。将军，你说过相互举报就放过我，我只说过举报，没说过放过你。我有闺女，我不能死。夫人，那贼死了，你瞑目了。干得好，罪有应得。这个抢了我准备救命的钱，我孩子已经没娘了。别打了！将军饶命啊！我不是人！别打了！这群暴民！现在知道疼了，你们欺负别人时怎么不说过分？完了，全完了！顾少，现在感觉如何？接下来还有好戏。关安国，你太过分了，给个痛快！行了，各位都解气了，现在领粮。将军，再加一簸箕呗，家里孩子多。哦，问问乡亲答应吗？问。大家放心，顾家还有数不尽的粮，谁想要？我们要。去各村通报，2天后庄园发粮。是，将军。只说杀恶霸，可别说发粮的事儿。我还想娶小翠儿过门呢，得抓紧去给丈母娘献殷勤。悄悄告诉你，庄园发粮，没人监督，他们若不去怎么办？广种薄收，总有村民沾亲带故，会说的。还得派人通知，免得冷场。言之有理，审议去吧。校尉，附近有密探。是吗？不用理，他们来不及。确认、商讨、调兵，算下来要2、3天呢。差不多了，行动！我乃关羽之子关安国，顾七等人已经伏法，但是其他恶霸依旧逍遥法外，你们愿意吗？不愿意！不愿意！不
把人带上来。诺。他抢我家地，还打断了我爹的腿。他逼我成顾家佃户，太乱了，一个个来。谁受过他欺凌？举手。还有我，拖出去砍了。到你了。他是好人，别杀他。谢谢。抱歉，下去歇着吧。谢谢关将军，谢谢大家。这就是顾家二公子顾牧，谁有冤说？这就尴尬了。我申冤，他害死我全家。将军，民妇顾柳氏有冤，我是顾家厨娘，我女儿15岁，做了顾家小妾，本以为衣食无忧，但是女儿最后被活活逼死了。你既是顾家厨娘，那为啥不趁机在他们饭菜里面下毒，将顾家全部带走？该死的关安国，竟然撺掇下人给主人下毒！你特么听听自己说的是人话吗？我不敢啊，家里其他人也在顾家做工，真这么干了，不是把他们也害了吗？自古就是如此，你以为你是圣人，能改变这世道？他们不是任何人的财产，不做当然改变不了，做了可就未必了。就算我无法成功，也会有后来人。行。乡亲们，这就是高高在上的氏族，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。就这么死了？为什么他们享尽荣华富贵，而大家却贫苦挨饿？是他们不劳而获，抢夺了本该属于你们的土地粮食。这些氏族吃你们的肉，喝你们的血，却骂你们是贱民，肆意霸凌你们的妻女，霸占你们的一切。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？他们有刀，官府也帮他们。氏族有多少人？而我们又有多少人？我们要拿回属于我们的农田和粮食，要拿回属于我们的自由。不劳动者不得食，不劳动者不得食，不得食。现在开始返还大家的粮。校尉，有大军杀过来了。校尉，有支队伍正在赶来，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带领的私兵。校尉，快进庄园防御。区四军，怕什么？不愿做奴隶的人，跟我冲！这是多少人？撤！快撤！快撤！别回头！该死的关兴，哪来这么多人？若不是那些应酬，借个兵都要赔笑脸。要是早点到就好了。不对劲，刚才那支队伍，那是村民，阵型那么乱，我是不是被骗了？公子，还回头吗？稳妥起见，先撤，派个探子远远盯着。早知道等他们离近了再追就好了。乡亲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那群氏族大老爷，跑得可真快。走，我们回家分粮。让大家分完粮躲起来，我们随后转移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诺。小心埋伏，翻墙进去。公子，粮仓空了，被关兴分给了村民。什么？比狗舔的都干净。报！仓库后面发现很多被处决的顾家人。找找顾二公子。公子，找到了，是顾公子。顾二公子死了，收敛好，送回顾家。府库也没了，弓弩、被子都没了。该死的关兴，这是抄家啊！粮食要不要追回来？
算了，分的是顾家的，关我何事？走，去向军师汇报。军师，顾牧死了。什么？顾牧死了？该死的关羽，他难不成想吞并江东六郡？元勋继续说，什么叫不劳动者不得食？他关安国想干什么？看来关羽是想搞变法，争取民心。老夫要用顾牧这场葬礼向关羽施压。关羽、关云长，老夫陪你斗一斗。师君，不好了！二公子把庄丁杀了200余人，最后把顾家顾牧也给杀了。是吗？师君，那可是顾氏嫡次子啊！你是不是该稍微惊讶一下？国山，他们都准备变法了，斩的就是士族的根。安国杀顾牧不是很正常吗？不过江东士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你去打听一下士族的动向。诺。世君已打探到，他们要办隆重葬礼，让顾牧成为士族英雄。张昭还写信邀请您去参加。信就不看了，扔了吧。等等，士族既然都去参加葬礼了，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就空了？城内百姓多，粮草多益善，我亲自带兵去把物资全运回来。这如何使得？还是我去攻打吧。不行，时间有限，先告诉我哪座庄园粮草最多。时间紧迫，必须迅速。先告诉我哪家粮草最多。朱家庄园的粮食不下20万担。这么多？吴郡风调雨顺，攒点钱粮不奇怪。把4大家族的庄园全标出来。您这是当将军还是当土匪啊？不必麻烦，我召集向导带路即可。好，你去准备，明日出发。诺。我可怜的侄儿啊，让我如何跟兄长交代啊？军师，你可得给我顾家做主啊！杀人偿命，此事绝不能算。子探放心，老夫会给你个说法。关羽现在是只孤军，坚持不了多久。本以为关羽夺建业是为了换回荆州，现在看来想吞并江东。元勋，将你收集到的东西给大家看看，看看关兴妄想干什么。他以为他是谁呀？大贤良师吗？江东绝不允许这么狂妄的人存在。军师，下令吧！大都督即将返回，但缺乏粮草。粮草，我们顾家出一份，好助大都督剿灭关家父子。我张家也没问题。除粮草外，我还要兵，除掉关兴。我顾家出兵3000，我张家出兵2000。我们也出。够了，士兵粮草足矣。老夫已命犬子张成领兵征讨关兴，先让顾牧入土为安。军师英明，吉时已到，起关！军师，不好了！这是关羽突袭了朱家庄园，粮食全抢了。族老，现在奔着张家庄园去了。什么？
关云长，你个红脸贼！军师，咱得出手阻止。粮食若全被他抢了，大都督回来，我们如何反击？是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火速派人通知各大庄园，严防死守。诸葛恪，你立刻带兵去阻击。关羽遭到骚扰，会不会朝咱们杀过来？他姓关的，还敢把咱们全杀了不成？快速套车，能运走的全运走。将军，车辆太少，吕蒙大军就快到了。你的意见呢？带不走的，放火烧掉吧。烧！你带人去其他庄园放火，不给他们留一粒粮食。记住，明天天黑前必须返回建业。卑职明白。将军，前方报告，南边发现诸葛7号的兵马。小小诸葛恪也敢在关某面前放肆！抽调300精兵，随我来，其他人正常运粮。走，跟我去会会。斥候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前方发现关羽运粮队，确定是关羽亲自带队。红脸美人，赤兔马，错不了。咱们怕是没机会了，要他怎么偷袭？公子，我们不是没机会偷袭了，是关羽朝咱这杀来了。你不早说，所有人撤。诸葛家这小子跑得还挺快。关羽的目标是粮食，我们绕道去其他庄园看看。卑职无能，一直被诸葛恪追击，没完成任务。无所谓，反正咱们赚了36万食粮，18万支箭，这么多，还是抢劫士卒来钱快啊！哪像在大别山，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天。接下来严防死守。死也不出城！报，新飞将军被吕蒙围困山上，请求支援。雷川，跟我出城营救。诺。报，关羽率大军前来营救，半日后到达。传令，即刻整编撤退。将军，快攻的话还有希望，若两方会合，我们奔波几日，人困马乏，粮草不足，在山上只能防守。若关羽杀到，前后包夹下，我们必是一场大战。吕蒙，云长兄，我们日后再战。大都督。关羽在城内，关兴在城外。老夫怀疑关兴是想联系山岳作乱。关兴只是借选之急，做好防守即可。最重要的是关羽。大都督言之有理。大都督是否已想好破敌之策？关羽封闭了城门，摆明严防死守，咱们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强攻。建业城防牢固，城内被关羽控制，已无内应，他们的族人还在城内。孤军深入，偷袭国都，韩信
都不敢这么玩。如今只有靠死战才能挽回局势。多说无益。主公那边什么情况？刘备正在备战东征，曹仁也集结了大军，准备拿下。最危险的还是关羽，他就像一颗钉子，建业难攻，只有一个办法：擒住关平、关兴，逼关羽和谈。秦关兴没问题，但关平怕是不易呀。西镇、樊州反了，已跟关平会师，并拿下了数个县城。消息可靠吗？就按军师的意思办，调集兵马，告诉张成，关兴我要活的，必须活的。没问题。咱们这边呢？攻不下也得攻，大军休息2天就攻城。好，老夫这就去准备。拨你1万兵马，立刻出发，定要活捉关兴回来。末将领命。出发。累死我了，可算是到了。校尉，此战就让卑职打头阵吧。好，卑职定要亲手将朱红的脑袋拧下来。小心些，我支持你报仇，但不希望你受伤。兄弟们，跟我冲！这谢道教竟这么猛！来，抬我一把！朱红在哪？在城西菜市口监斩县尉呢。乡亲们，自本官上任以来，无双城，非患成灾。谢因县尉季节勾结土匪，县令英明。你不辩解，本官就当你认罪了。来人巡宵！县令不好了，汉军进城了！怎么可能？快醒醒！快抓住季节！朱红老贼，还记得余姚谢冲否？你怎么会是汉军将领？老子都没降汉，你怎么降了汉？你降了汉，我怎么办呀？乡亲们听我说，汉军是仁义之师，定不会欺负咱们老百姓的。我去交涉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不想死的，快投降！季节，你个叛徒！还有谢冲，你这个反贼！给我杀了他们！朱大县令，好大的威风！你想干什么？啊！季节，你混蛋！你竟敢背叛主公，投降汉军！听你说话，怎么感觉这么恶心呢？想必有的老乡还记得我。我现在是关羽将军，麾下谢冲。所有人立刻抱头蹲地。谢冲将军，我是乌商县尉季节，我愿投降汉军。我替关将军接受你的投降，请帮忙疏散百姓。请将军允许百姓留在这里，再请将军为乌商百姓主持公道。朱红在任期间炮制无数冤假错案，还勾结土匪，罄竹难书。季节，你放屁！勾结土匪的明明是你。朱红罪行我最清楚，正好趁这个机会看看季节这人如何。那就依你所言，在此公开审判。放开我！先将他的嘴堵上，不想听他聒噪。让你尝尝爷的臭袜子。多谢将军。季县尉，这位将军是关兴关将军。见过关将军。乌商的乡亲们，我是关羽将军次子，校尉关兴。有被贪官污吏欺负的，都可以向我告状，我替你们做主。卑职控告县令朱红。季县尉、县城和主簿呢？禀将军，县城和主簿暂时空缺，目前县衙只有卑职和朱红2名官员。他一个县令，怎能随意出斩朝廷命官？禀将军，按大汉律是不行，但朱红出身吴郡朱氏。是吗？瞌睡送枕头，正好要杀个士卒来团结群众呢。
没想到2合1这次效率能提一提了。很好，季杰，你回趟县衙，将卷宗和被告全带过来。诺。这些木箱装的全是朱红的贪污所得，那些竹简则是朱红弄来的地契和房产。这是朱红跟建业官员及土匪往来的书信。季县尉连这都能找到，看来你对朱红很了解嘛。如果不是我发现这些，我也不会被问斩。看着我，朱县令，真是生财有道啊，竟能搜刮这么多财富。朱县令，这么多钱你是怎么赚到的？教教我，我也想赚。滚出我们村子，还我们活路！禀校尉，金银只是小头，土地才是大头。朱红目前已将乌商70%的土地收进手里，他先派土匪打家劫舍，再低价收购土地。我可怜的儿啊！除搜刮土地，朱红还让土匪劫掠过往客商。这是朱红写给毒蜂首领蜂王的密信。身为县令，养寇自重，朱红，你还真是为官一任，祸害一方啊！不是，我没有，这些都是季杰干的。关将军明鉴，季杰他诽谤我，他诽谤我！乡亲们，谁能告诉我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勾结土匪祸害你们的到底是季杰还是朱红？草民状告县令，朱红敲诈勒索，逼良为娼。自从我家搬到乌商，先是被逼迫捐税，等家里没钱了，我妻女被卖去青楼，最后被折磨致死。我女儿才12岁啊，城中富户已被他害死大半。他们冤枉你了。我抢我良田，夺我水牛。谢冲听令。诺。朱红危害乡里，证据确凿，死刑立即执行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真的死了！将军威武！今年赋税徭役全免，土地按人头重新分配。青天大老爷啊！季县尉，协助谢冲继续公审其他恶霸和危害乡里的士族高粱子弟，注意疏散百姓，莫要踩踏。诺。结束后，尸体拖出去喂狗。真是死有余辜。卑职谢冲，叩见校尉，愿为校尉赴汤蹈火。大仇已报，向前看。大仇得报，不必缅怀。向前看，我还要解放更多百姓。是。诸位，贪官虽已解决，匪患却未消灭。想快速恢复稳定，必须将土匪连根拔起。对于剿匪，诸位有什么意见？季县尉，你说乌商境内最大的土匪是毒蜂，那其他土匪呢？不会只有这一伙吧？确实只有毒蜂一伙，他们的装备不亚于吴军。这怎么可能？朱红再蠢，也不至于只扶持一股土匪吧？起初确实有3股，但毒蜂首领蜂王不甘人后，他暗中勾结山岳，把其他土匪全吞并了。对了，蜂王名叫严震，是严白虎的儿子。原来是东吴德王的儿子，难怪。但我还是不明白，朱红为什么不管？不是不管，只是失败了，所以准备花钱调走，逃离本地。好在校尉您来了，卑职愿意亲自带路进山剿匪。卑职已在毒蜂内部打入密探，摸清了所有据点。如此就太好了，大家明早随我进山剿匪。校尉，将士们长途跋涉，要不要休整2天？
不行，吴军肯定已在路上，必须提前解决毒蜂。校尉，此人说有毒蜂的重要情报。二狗，怎么是你？校尉，他是卑职的密探，快，将他弄醒！校尉不好了，蜂王准备攻打县城。攻城？他姓严的想干什么？造反吗？毒蜂目前在哪里集结？你是？这是关校尉，问什么你答什么。卑职从伏虎山下来，毒蜂正在山下等待天黑。他们什么时候决定攻城的？3天前就开始准备了。看来是冲着朱红来的。宁环、季节立刻前往伏虎山查看，我要知道毒蜂的一举一动。诺，校尉，我建议大军埋伏城中，制造假象，将毒蜂引进城中，拒而歼之。不妥。你的想法很好，但有个前提，就是蜂王严阵不知道咱们进城的消息。咱们在城内又是公审又是杀人的，将事情搞得这么轰动，能瞒过蜂王耳目吗？校尉言之有理，但卑职依旧想试试。卑职认为严阵急着攻城是想抢夺财富，他肯定觉得咱们长途跋涉疲惫不堪，他觉得我们立足未稳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防范。若是成功，他还能打着收复失地的名义，跟孙权要个官当当，从土匪变成东吴良将。我不赌他蠢，我赌他贪。哈哈，老谢，我突然发现你有成为张良的潜质啊！吴商县好风水，先有贪官士族被一块清理，后有土匪自己上门送人头。难道老天知道我关心穿越过来这几日太辛苦了吗？哈哈哈，就按你的办，外松内紧，静等蜂王偷袭。一营配合谢冲行动。诺。2营、3营立刻吃饭睡觉，2个时辰后轮换。今晚咱们就将乌商匪患彻底解决。诺。校尉，毒蜂有1500余人，正严阵以待。蜂王已收到县城易主的消息，但还是决定攻城。还真被老谢猜中了，都下去休息吧。今晚咱们让蜂王折戟沉沙。起来了，一会儿准备剿匪。探子报，他们极度疲惫，看来没错，城上都没几个守卫。朱红小子贪污了这么多年，让老子渔翁得利，实在是太好了。万一让孙权老儿知道我杀敌有功，混个将军当当我也不介意。哈哈哈！兄弟们，给我冲！进城不封刀，随便杀，随便抢。报！毒蜂一伙已全部进城，可算中计了。所有人准备进攻，死守城门城墙，不能让一个土匪逃出去。冲向县衙，后退者斩。放箭。有埋伏，突围！不许退！别杀我！我投降！我投降！止住手恶，降者不杀。严大蜂王，你以为这是你家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我也投降，来时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没少，大家结社吧。我是被逼的，我没杀人。举报恶匪者，从宽处理。我举报二当家林强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带走，剩下的交给你，我去沈严镇。大人饶命！我要投奔蜀国，求大人给我个机会，我也可以爱国的。我给你机会，谁给百姓机会？这世道以强凌弱，我有错吗？你的事情我略有耳闻。你父严白虎被孙权兄弟所杀之后，你为躲避追杀，四处逃窜，最终落草为寇。你也是枭雄之后，不敢报仇，却专干祸害百姓的事，你就是懦夫。作笔交易吧。
做笔交易吧。让我猜猜，你想用劫掠的财富换条生路？你不就是为了这些财富来的吗？我要你乖乖交出来，但不答应任何条件。空手套白狼，你他妈比我还无耻！凭什么觉得我会说？凭你落在我手里，我可以对你动刑，你也可以做个硬汉打死不招。问题是，你能扛得住吗？这样吧，我有几种酷刑，你先听听。听完若是觉得没什么，咱就试试。先用皮鞭蘸盐热个身，一鞭下去，皮开肉绽，给你入个味。其次，将你固定在长条凳上，用绳子绑住小腿，脚下垫砖，加一块砖绳子就勒紧1分，估计加个几块双腿就得断。第三，沸水泡脚，慢慢煮上1个时辰，一刷子下去，血肉成沫，很快就能刷到骨头。你若还不交代，还有一个找根锯条。别说了，你他妈才是土匪！你能扛住，你的兄弟们也能扛住吗？找到财富只是时间问题。我还有其他价值，我知道山岳部落和宗帅的位置。想多了，应付吴军都很吃力，哪有心思招惹山岳？好吧，我招。早这么配合多好，浪费我唾沫。季节，录口供。诺。将军，怎么了？你刚才说的那些酷刑，你从哪知道的？太可怕了！完了，有点露馅儿。我的人设要崩，跟电视上学的。电视是谁？校尉，俘虏已审讯完毕，87人罪无可赦，其余人罪不至死。罪不至死的，愿意留下就改造；想回家发路费，滚蛋！重刑犯和严阵一起问斩，给乌商百姓一个交代。沈毅押着他们去附近村子游街宣传，然后再斩。都要杀了这榨油！校尉，你还真是挂地3尺，雁过拔毛啊！聊聊接下来的工作，吴军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校尉，咱们缴获20万担粮，要不要运回城中死守？久守必失，死守就是找死。吴军巴不得咱们这么做呢。咱们没有援军，乌商城墙又矮，面对强敌，最好的办法只能游击。可是游击的话，咱们不成流寇了吗？没有群众基础的游击才叫流寇，有了群众基础，那就是王师。校尉说的甚好，必须在吴军来前把地分下去，先还苦主，再分吴地百姓。分配土地得连成片，别东一块西一块，方便百姓耕作。诺。孟俊跟我进山找藏宝点，甘训沈毅备车，粮草运进山，银环探查50里，见敌点火。诺。老谢，等等，那个钱运苑祥吗？苑祥就带着，他是我们的一个助力。这年头识文断字的就是高级人才，钱运有管理能力，又负责生意走南闯北，还熟悉乌商及其周边的一切，妥妥的复合型人才啊！我去询问一下。孟俊，咱们也走，探探路去。洞在半山腰，留了100人防守，不好攻。这位置易守难攻，但也下不来呀。派人往山下一蹲，他们只能饿死。校尉，咱没时间耗啊，咋整？咱们上不去，就让他们自己下来。带着金饼上去，跟他们就说县城打下来了，物资太多搬不完，让他们下来干活。诺。我们隐藏起来，准备伏击。二狗，老大呢？战况咋样？汉军睡得像猪，赚翻了。物资太多，老大让你带人下山搬。青哥，这些还没登记造册呢。二狗，你就是我亲弟，兄弟们下山搬东西。下去了，就别想再上来了。王二狗可以啊，还真给哄下来了。不是王二狗能干，而是这群家伙太贪。中计了，回去！王二狗，你个杂碎，竟敢出卖我！蜂王严阵已经被擒，降者不杀。我投降。你就是这支土匪的首领吧？叫什么名字？爷爷，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姓严名清，要杀要剐，给个痛快的吧。看你这架势，好像不是很服啊。废话，这次是我们大意了，有本事放了我，咱们光明正大的干上一仗。不服就不服吧，你都成俘虏了，还能干掉我咋地？上去瞧瞧。怎么跟想象中的正派角色不一样呢？校尉，这么快就解决了，您老速度也太快了。这得多亏你啊！此战你记守宫。左边石门里有暗河，弟兄们在里面居住，进去看看。
里面还有暗示。本来是关押犯错弟兄的，后来严阵抢来许多女子，就……孟俊，拿火把来！人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土匪所图无非钱和女人，严阵每次下山都会把女子带上山，供土匪享乐。劫掠来的女孩不止这点吧？其他人呢？挑出虐杀者，挑不出来就全杀。卑职这就去。别怕，我们是官兵，汉中王的军队来救你们。衣服来了，粥马上好。给他们些时间，让他们稳定下情绪。别冲动，放开我！把严青的毒口布去掉。这些女孩怎么回事？洞里的那些尸骨又是怎么回事？都是严震干的，不关我事。你胡说！你折磨死我7个姐妹！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东西！打死他！对，打死他！我给你们腾地儿。将军饶命！我知道一条秘密逃生通道。我既然知道存在了，就不必让你带路了。关心你混蛋，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！孟俊，去隔壁看看。校尉，刚才探查过了，前门屋里全部是粮食，最后一间是钱。多少人命换来的？没路了。咦，这就是所谓的土匪窝。各位，挺热闹啊！你是谁？以前没见过你。汉中王侄子，关羽次子，校尉关兴。汉中王的部队打到这儿了。严震呢？严震在哪儿？严震死了，我杀的。你们又是什么人？怎么被关在这？我是铁匠，叫冯铁柱。旁边的是我的2个儿子，被严震掳来打造兵器的。非法拘禁啊？不，严首领给工钱的，还帮我们在山下买了地。这土匪还讲社会福利？那你呢？看你这样，也不是个铁匠，是大夫。是的，我是大夫，在本地小有名气。他四处游历，自从长沙郡回来之后，医术大涨。长沙郡？难不成你认识张仲景？是啊，仲景先生医术高超，还毫不藏私，我在他那里学到了不少。老夫手里有《伤寒杂病论》副本。你说谁呢？张神医的《伤寒杂病论》瑰宝，这是传世瑰宝啊！就在那屋里。神医，遇见你太幸福了。关校尉，你有病吧？校尉，通道找到了。您老先歇会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没想到严震还挺谨慎，把通道设置在了他房间内。校尉已经派人探查过，能够通往后山。好，下去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战略的重点。该死，洞口弄这么窄！哎呀，老孟看啥呢？拽我出来啊！好的，好的。现在没问题了，走，下去看看。洞内很大，并排走3、5个人，没问题。本以为是到半山腰就出来，没想到直接到山脚下，太好了！吴军至少需要1个时辰才能绕路渡劫。老孟，你立刻上山，留一屯士兵防守山寨，其他人都回城。吴军来的时候，我们退回山寨防守。明白。那您呢？我再摸排一遍地形，看能不能给吴军来记狠的。我还找到了其他头领的私库，
收获颇丰。谢冲，尽快将土地分到百姓手里，设立第4营。营长由季节暂代。谢校尉栽培，卑职绝不辜负信任。银环，找地方将城内物资运走，鸡蛋别放一个篮子里。诺。这么晚了，将军怎么有空过来？这不没吃的，过来蹭顿饭嘛。程神医，您怎么会认识张仲景神医的？我俩同行啊，在豫章郡出诊时认识的。神医，伤寒杂病论是华夏瑰宝，只留一份太危险了。我建议您再誊抄一份，交由晚辈保存，如何？程老，您误会了，晚辈只是怕瑰宝遗失而已。晚辈还打算在各郡广建医馆，让所有人都看得起病。将军大义，将军志向远大，可惜老朽半截身子入土，帮不到了。糟老头子，坏得很，想要吊着我，这是哪里话？花甲正是干事业的黄金年龄，您可不老。看看曹孟德、汉中王，哪个不是花甲之年？老骥伏枥啊！我敢跟这俩牲口比？你抄书跟我走，回头我保你孙子一个孝廉名额。将军，广建医馆，老夫虽年迈，也想为百姓尽绵薄之力。程老真是医者仁心，从不为己，是晚辈终生学习的榜样。我有这么伟大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冯老铁匠家就在附近，我们顺路去探望一下吧。他刚被解救出来，惊魂未定，去探望下也好。这严阵倒是大方，看来冯老头是真没吃多少苦。将军，草民老伴去世，没什么牵挂了。草民带着次子跟您去军中效力，不过长子得留在家中传宗接代。谢谢冯叔支持，家里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说，我全力解决。关将军，谢谢您将我家闺女救出来。大家不必客气，这是我们关中军应该做的，这真是全靠同行衬托。乡亲们，时间有限，咱甭废话了，直接分地吧。王叔，这片土地今后就是您家的了，谁敢明抢您跟我说，我替你收拾他。谢谢将军，您真是我家的大恩人呐。走吧。咦，关将军呢？战事要紧，再不走，老乡们得留下来让我们吃饭了。关将军别走啊，好歹吃顿饭啊！关将军多好的官啊！汉中王麾下就是仁义。密探汇报，关兴杀了朱红，全歼了土匪毒蜂，现在他正打土豪分田地，忙得脚不沾地。该死的关安国，这是铁了心跟咱们士族作对。分地这事棘手啊，关兴把民心全拉过去了，咱们拿他毫无办法，真特么憋屈。乌商士族呢，能不能获得他们支持？被朱红和关兴收拾完了，乌商没有士族了，不能再给关兴分地时间了。命令大军加快速度，10日内务必赶到乌商。校尉，吴军来了，距此也不足50里。吴军有多少人？领军的是谁？整整1万人。领军的是张成、诸葛恪和周巡，听说是吕蒙亲自点的将。竟然是他，吕蒙还真看得起咱们。关严，立刻进城找甘训季节，退入鸡头岭山寨，再派人通知沈毅，尽快撤离，千万别被吴军发现。诺，那校尉您呢？我需要进城安抚一下百姓。我们山寨，乡亲们，吴军打来了，我们要进行战略转移了。语言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呢。大家不要慌，吴军不是土匪，只要关好门窗，他们不会为难你们的。大家别着急，继续听校尉说。乡亲们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回来团聚的。将军有令，全军开拔。将军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吴军马上来了，不想着逃命围在这里做什么？别忘了，吴军是奔着关校尉来的。他若被抓了，可就再没有人分你们土地，保护你们的财富了。谢了乡亲们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校尉，
城内物资运送完毕，一根草都没留。好，那就走吧。上山。校尉，准备工作已经完成，土匪们也处理了。好的，洞口呢？扩大了吗？入口现在能同时进出2人，我又做了隐藏，吴军绝对发现不了。好的，没有工作的人安排休息，我们要为接下来的战事做好准备。校尉，你也休息下吧，大家还都指望您呢。不急，你先召集大家过来议事。老孟，校尉呢？我想找他汇报下。校尉倒在床上就睡着了，10几天了都没怎么合眼。哎，要不是校尉，我还不知道现在生死如何呢。走，咱去把校尉的铠甲脱下来，让他好好休息下。营上连个放哨的都没有，不会是有埋伏吧？关心小儿，你才是真正的土匪吧？全部都搬空了。